Dünyada korkma. Siz ne kadar korktunuz? Ben işimi korkmayayım. Apam ne? Yok apı işini bekleseydin. O apam ağırışın tutsa. Yüzüğü yakşı bir katı tutsa. Abro'daydı boyluğuna tıkalı. Sokmada karayızlar. Appa! Appa, sizde! 我的家乡沙雅是塔克拉玛干面积的10%。汤因比也说过，如果有来生，我愿生在塔里木河流域，因为那是人类4大文明的汇聚之地。成年之后，我就回到故乡，我惊讶地发现，我童年的时光还在那个地方鲜活地涌动。纪录片前期我拍了大概1年，选了3个孩子，那些孩子那些生活状态，又是我小时候所有生活的场景，是后来第一次离别所有剧本的源头。艾萨那个小男孩是我通过学校去看他们写的作文，他说我是妈妈从外星空把我带来的，妈妈的耳朵听不见也不会说话，可是我和她用眼睛在交流，妈妈的爱就像泉水滋润着我，我爱妈妈就像爱自己的生命。我看到之后心里尤为一颤，他妈妈有了那个脑毛炎，精神可能有时候有一些不正常，他没有任何的这种，他因为拥有这样的妈妈而自豪。Benim anam gerçeğe meyip olsun gönlü herkes mu meyip emez。然后我就去了他家，阳光特别好，他就在一个木质的架子车下面，抱着失去妈妈的那只小羊羔在给他喂奶，那只小羊羔就不吃，他还用自己的嘴去亲吻那只羊羔。凯莉就是漫无目的寻找到的，在一条街上，那个土坯房倒塌了，她穿了个红色的裙子，在那个土坯房前漫舞，特别像一个精灵。她的妈妈其实是我们当地那个镇的首富家里的女儿，她就一直觉得自己的孩子也应该去到城里读书。但是凯莉的父亲家里有一些老年痴呆症呢，也需要人照顾，不能轻易的离开。他有个弟弟艾丽奈泽尔，从2岁开始就跟羊睡在一起。他姐姐在愁那个考试的事情，然后他弟弟就说考试就是靠运气。有一次他在画一个画，但月亮充满了太阳，下雨了。我说哎，你这个小孩你还没上学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语言？纪录片拍完的时候，我就到大象去应聘，秦老师看了这个素材，觉得挺吸引他的，大象就愿意投这笔钱去拍这个片子。纪录片最终我翻译出了60万字，它是那个剧本的一个核，然后你再赋予重构和再现。童年一定是每个人的生命伊始，就是那一段最欢愉的时光，但是你会在某一个节点，你会发现哦，这些东西真的离你悄然而去了。好，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是第5课第1次的离别。影片中这么多的离别，有艾萨跟母亲的一个离别，凯莉一家与故乡的离别，一个男孩与自己梦想的告别。它不是一个事件，它是无数次的离别的累积。第一次离别是我献给故乡沙哑和童年的一首长诗。故乡特别像浓烈的醋汁，使我的求知欲大开，你特别想和你那片土地互动，和你的经验互动。我小时候我们就躺在那个路边等一辆马车经过，马车上可能就有一个维吾尔族的老人。我上了他车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数他的胡子。他说你们谁能数清我的胡子，我就给你们一串葡萄。谁也数不清，但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串葡萄。有一晚我没有回家，我和我的好朋友躺在那沙漠就看流星，家里人都不知道我没回去过。
大家睡觉从来不会关门，然后有时候就躺在树上睡。中国90%的胡杨在沙哑，因为它长了1000年，对小孩来讲它就是一个天堂。那片土地上生活本身的诗意和真谛是这部影片的源头。拍摄阶段特别幸福，一个小团队加我5个人吧，每个人都身兼数职，你没有包袱的，今天没拍好那就第2天呗。影片出现的每一个人，他们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，那你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，那他会用他最真实的方式去表达。我觉得不仅仅是一部儿童观看的片子，它是所有人都可以看的一部片子。期待大家能够在荧幕上重返童年。